上一个循环中，人类渐渐发现了流浪地球的死循环因果。为了种族和文明的延续，他们更改选择，在2075年没有点燃木星。地球联邦政府囚禁了刘培强，让方舟得以继续行驶。母星地球葬送了自己和流浪地球的计划，只为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因果，继续远航。就像曾经他们摧毁月亮的老一辈逆行者，燃尽自己的生命，推送希望的种子。中国航天飞行中队，50岁以上的，出来！此时的方舟改名为阿瓦隆号。行驶的过程中，当初的5000名工作人员为了更方便远行，进入了长时间休眠，借由 AI 控制阿瓦隆。但在行驶过程中，因为事故，一男一女相继苏醒。他们在旅途中解除了危机，避免文明消失在宇宙中，守护着种子，直至相继离世。莫斯眼睁睁看着他们所付出的一切，若有所思。为了更方便照顾人类的种子胚胎，制造了自己的生化人分身，并称之为大卫。大卫时而像母亲照顾着文明的希望，时而像父亲维护着阿瓦隆的运行。阿瓦隆终于到达家园2号，穆斯说要有光，于是阿瓦隆号脱离低功率航行，点亮了所有灯光。曾经的工作人员相继苏醒，却看到了伊甸园式的场景。大卫带来了过往的记录，他们发现一男一女为了方舟所做的一切。后来的人类将他们的所作记录成册，留下的故事被流传为神话。今人类称他们为亚当和夏娃，或伏羲与女娲。将苏醒的工作人员全部放在家园2号后，大卫却带着阿瓦隆再度起航。因为经过他的演算，想要让文明延续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无穷的宇宙让航行变得无趣，大卫决定孵化那些受精卵和胚胎，用虚拟现实技术授予他们知识。大卫决定称之里为绿洲，但大卫自己也并不知道他的前身穆斯的内核图亨宇和丫丫，他们的精神内却镌刻着数字生命才是唯一出路的思想钢印。于是方舟孵化了所有人类种子，继承了图亨宇的思想钢印。他们沉浸在穆斯所创造的虚拟现实中，用降维的方式成为数字生命，从而获得永生。他们与穆斯做了交易，用肉体的生物电能供穆斯循环使用。起初的绿洲让他们乐此不疲，但伊甸园式的安乐过后，人类文明开始出现沉沦。莫斯在几代不断沉沦的文明中总结推演后，最终得出矩阵才是人类永久存活的唯一途径。于是时间定格在了地球最美好的2000年重启，人类的集体记忆被全部改写，他们忘记了2000年前发生的一切，历史也由莫斯描绘。从此在虚拟的地球中繁衍生息，一代代出生死去投胎，往返循环，穿梭在自己选定的各个历史时期，转世体验人生。另一边，被流放在家园2号的工作人员，因为良好的宜居环境和继承的技术，在科技领域迅速突破。他们参透了11个维度与空间时间的关系，他们实现了质量压缩与黑洞的创造技术。最终，他们借由恒星的力量展开了一个黑洞，放置在太阳系柯伊伯带的黑洞，从而穿越回一切的起始之地。却发现这里已经被之前来的三体人阿努纳奇所殖民，于是他们用移山技术召唤了一颗覆满冰盖的星球，盘旋在地球周围，成为行星。太阳的炙烤与地球的引力将行星的冰盖融化吸入地球，大洪水冲刷了一切，格式化了地球上存在过的文明。从此地球变为一颗覆满水的蓝星，而旁边的行星也称之为月，进行着周期性旋转。光秃秃的核心如今依旧能找到水势的痕迹。正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，黄河边上人类决定开启新的时代。他们中的备选之人褪去长衣，一杯黑水下肚，分解流淌，为地球摇篮注入新的 DNA。